开车的。哎呀！你分，你分。啊！哎，胡分了。我努力，我努力。老房子，我知道了。你费心了啊！你辛苦，你辛苦。我出现场啊。 你烟犯了。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，吓死人了！这车啥时候到的？一直在这儿了。5点半，那宋梅的车。怎么来上班的？我们每天骑自行车，骑着自行车来。那昨天晚上你在干嘛？晚上出了命案，谁放他们进来的？对呀，这个我让他们进来的。 这是来送煤的，这厂里有规定，这煤到了必须得卸车。谁先发现的尸体？啊，这2个值夜班的工人，那个是刘师傅，这个娃叫王良。那几个是干嘛的？那2个穿工服的是来接白班的工人，另外那2个是拉煤的司机。说说你们站里的情况。我们这个供热站呢，算上我，一共是7个人，6个工人3班倒，都是我带班。那昨天晚上呢，就赶上这个刘师傅跟他徒弟，他们2个值夜班，站里呢就我们3个人。到了早晨出炉渣的时候，突然就掉出个尸体出来。外人能进来吗？外人进不来。这个大门啊，我是从里边锁的。钥匙呢，只有1把，一直在我这儿。平时晚上10点，只要夜班工人接了班，我就把门锁上。不过昨天晚上我锁门晚了点，大概11点锁。为什么呀？一个锅炉房用得上这么严吗？主要是怕丢煤，这周围好多人啊舍不得装暖气，就靠着弄点煤回去烧炉子取暖。这严重的时候拉来一车煤，能丢大半车，丢了煤这些损失都得我们自己赔。外人不让进来，里面的人能出去吗？不能，不让出。这以前发生过夜班工人溜出去喝酒，炉子都灭了，而且偷煤这事儿也发生过站里人干。你咋能保证钥匙只有1把呢？新锁买回来只留1把交给站长，其余的就当众销毁了。我们周围几个站长交流过经验，都这么干。高队，有一些脚印，没有发现拖拽的痕迹，现场被破坏的太严重了。看看这个墙，有没有攀爬的痕迹？好，我看看。葛队，尸体烧毁的太严重了，初步判断是个女的。
哥说，咋样？好点了吗？好些了。你带他进屋问吧。好。谢谢。这玩意你认识？也是你们落车的。这院墙里面啊，就是个小社会。供热站的工作，别人可能瞧不上，搁在这个小县城里啊，也算是个好工作了。铁饭碗。截止到现在，我们没有接到报案，所以死者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。根据法医初步鉴定的结果，死者为女性，年龄在30岁左右，身高大概在1.6米左右，大概是50公斤。但是死亡的具体原因无法确认。小王，你介绍一下。因为死者的表皮和一部分躯干已经被烧毁，所以看不出有表皮伤。死者肺部有微量的烟尘，可以解释为死者被塞进锅炉的时候还可能有轻微的呼吸，也可以解释为在长时间燃烧的过程中自然形成。第2供热站是个完全密闭的环境，一般规定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就禁止人外出，钥匙掌握在站长丁宝元手里。供热站周围是高大的围墙，经过现场勘查，没有发现攀爬的痕迹。昨天晚上，就是他们3个人在值班。丁宝元44岁，以前在电力局工作，1年以前因为工伤，调到了供热站任站长。在长达7个月的供热时间里边，站长只能吃住在供热站，并且带班。哎呀，这规定是站长要24小时在站里值班，可是呢，这厂里也知道，站长也都有家，也有事儿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所以呢，这个只要晚上值班在站里，白天的时候站长也可以出去。我是昨天晚上9点多出去了一趟，大概11点回来的。回来以后我就锁好了门，然后在锅炉房上转了一圈，我就回来睡了，一直到天亮，王亮来叫我。他叫你2趟你才起来啊？告诉你出事了，为啥不马上起来？王良这娃叫的吧也没说清楚，我没想到能出那么大事儿，以为他闹着玩呢。出了命案，为啥还让玉梅的车进来？这我起床的时候车已经到了，在那使劲拍门。我们厂里有规定，说这煤到了必须得卸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我要报案呀！我这是第2供热站。对，喂，第2供热站。煤车来了。哎，刘三成和王良是师徒关系。刘三成54岁，王良20岁。昨天晚上就是他们俩在值夜班，尸体就在他们当班的时候被别人塞进了锅炉。这个和平常也没啥不一样。这我和王良接了班，给炉子加满煤，就坐这儿下棋，一夜没啥动静。可谁知道到这个出炉渣的时候，咋就那啥？没见有啥人进出过吗？没有。我们晚上锁大门呢，钥匙在站长身上。差不多是11点多的时候，他从外面回来，跟我们闲聊了几句，就上2楼睡觉去了。他的宿舍在锅炉房2楼。他昨天夜里出去过吗？没有。这个我们俩一会儿忙炉子，一会儿在这下棋，也没注意外面。哦对，他是大概晚上9点钟穿过这个院子出去了一趟。不过人家是站长，有啥事也不会跟我们说。院子灯泡子好着呢啊，晚上亮着呢吧？哦，挺亮的。晚上没太阳，门关不关？
我关着。你坐哪边？这晚上有动静，听不见啊？我们光顾着下棋了，这个再说那个炉子烧起来声音也大，就算有啥动静也听不见。我做主。下了几盘？ 3盘。你赢了吗？输了？赢了。你赢了几盘？赢了3盘。输了3盘你？你师傅吧？不行。锅炉的进煤口太小了，尸体只能从后扎箱塞进锅炉。我们做过实验，要想打开后扎箱，把一具100斤左右的尸体塞进去，在锅炉里转一圈，是需要一定的技巧。内部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锅炉房里已经分辨出6组脚印，目前能提取出的是5组脚印，分别属于当晚值班的3个人和第2天早上送煤的2个人。据他们一致说，发现尸体后，王良叫起了丁宝元，丁宝元跑进来查看过。这时候运煤车来了，运煤工人听说掉下具尸体来，也跑进来看热闹。现场勘验证明了他们说的这个过程。第6组脚印就没法分辨了。第6组脚印被第5组脚印已经践踏，又被煤灰覆盖的差不多了。江河，你有啥看法呀？两点值得注意。第一点是死者是否完全没有生命迹象被塞进炉子，还是仍然存在着生命迹象。第2点要确定第6组脚印的性别。老哥，看来当晚的这3个人嫌疑最大，就从他们开始查吧。我看案卷记录，你们从一开始就把嫌疑锁定在丁宝元身上，是为什么？他们3个人，刘三成、王良互为证明，丁宝元没有啊。那刘三成和王良也可能联手作案呀？咋可能呢？他俩联手，那尸体掉出来，马上塞到炉子里去了，烧成灰了都，还去叫丁宝元醒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唯一的一把钥匙在丁宝元身上。丁宝元被叫了2次才醒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把送煤车给放进来了，工人卸煤还跑到锅炉房里面看尸体，这现场完全被破坏了。你说的这些只能称得上是怀疑，不能作为证据。你看过那个案卷吗？上面咋写的吗？丁宝元一大早把运煤车放进来，好几个工人卸煤，把现场证据全破坏了。都写成这样了，还算怀疑吗？我说的是实物证据，不是靠事实做出的推测。